孩子學一個新的運動的時候，你是馬上告訴他正確的姿勢，還是先讓他自己試？我們好像默認教的越多就越好，但我越來越懷疑，這樣教會不會反而把孩子的直覺一點點教沒了？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業是 AI 產品經理，太太是兒童心理學家。先說一個我在遊樂場會看到的畫面，家長站在底下一直在說話指揮，能上去嗎？我來扶你，手抓這裡，腳踩這裡。孩子呢，很多時候也跟不上，會卡在一半，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對不對。你想一想，會不會這樣做？當我發現自己說太多的時候，就會提醒自己馬上停下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發現指示給的太多，孩子的直覺就沒了。攀岩大魔王楊雅，有人問他，比賽的路線是提前計劃好的，還是臨場決定的？他說大概一半一半，有時候他會準備幾套計劃，但也會留出空間，臨場跟着感覺走。世界冠軍尚且如此，他原話是，對於大部分的線路，我都盡量跟着我的直覺。他說有些路線看一眼就知道怎麼爬，有些路線看完了也不知道，那時候就要即興發揮，靠直覺。而孩子練東西的時候，如果指示給的太多，計劃做得太詳細，從一開始就把每個動作都講死，孩子練的其實是照着做，不是自己想。他的身體還沒來得及自己去感受，答案就已經被塞過來了。不給指示不是說不要練習，恰恰是因為技術夠扎實，才能有底氣臨場相信自己的直覺。直覺不是瞎猜，是大腦在長期積累的經驗之後做出的快速判斷。心理學上說，直覺是無意識的加工，是基於過去所有經歷和觀察，大腦在0點幾秒內快速提煉出來的一個反應。那這些經驗是怎麼積累出來的呢？是自己一次一次試出来的。像攀岩這種對孩子來說很自然的事，他的身體其實一直在記錄，怎麼樣踩上去更穩，哪個角度可能會滑。如果全部看教學視頻呢，孩子是少走了彎路，但也少了那個讓身體慢慢積累經驗的過程。你回想一下，小時候真正學會的東西，有多少是聽別人講完之後你就會了，又有多少是要你自己嘗試很多次，然後有一天突然你身體就有了肌肉記憶。這個肌肉記憶就是直覺。讓孩子自己摸索，還有一個好的地方，就是他們會有更多的自主性。什麼是自主性？就是他們覺得這是自己要去主動嘗試做到的，而不是被動接受老師讓我做的，也不是爸媽安排的。他學會了是自己的驕傲，不成功也不會怪爸媽，卡住了也不會原地等人來幫忙，而是自己想辦法。有了自主性，就會慢慢的培養出來內驅力。就說今天我帶孩子去攀岩，有一條紅色的路線，他卡在中間上不去，我就提醒了他一句，右邊有一個點，你試着用右腳上去。他試了一下，發現不太順手，然後他自己換了一个辦法，先把身體站直，直接夠到了更高的一個手點，一下就上去了。下來以後，他特別驕傲地跟我說，我上去了，是我用自己的方法上去的。我站起來的時候雖然有點害怕，但成功了，而且是我第一次這麼做。我也沒想到，之前他一直不敢嘗試的一個技巧，在一個不經意的點上，他一下子找到了感覺。內驅力就是孩子在一次次的嘗試裡面自己長出來的，那種開心是不一樣的。它不是我把標準答案完成了，而是我真的自己解決了一個問題。孩子需要的有的時候就是保留一點自己摸索的空間。最後還有一個額外的福利，家長真正參與進去，那段記憶會更深刻，會變成你和孩子的共同記憶。你把他們放到攀岩興趣班或者騎車夏令營，過幾年他們大概率是不會記得的。我希望等我們孩子長大以後，自己去攀岩的時候，回想起來是小的時候每個周末跟爸爸一起在攀岩館裡面摸索，一起進步。
游泳的時候想起來是媽媽教的，從一開始要穿游泳圈，到後來自己會踩水。而且當你深度參與之後，得到的不只是陪伴，你會看到孩子遇到困難的時候會不會再嘗試，還是先觀察，什麼時候需要休息一下，什麼時候還可以再撐一會兒，什麼時候需要鼓勵，會不會自己給自己加油。這些細節老師能完整的反饋給你嗎？但你要是在旁邊，甚至是和他一起學，你看到的就是這些更加細膩的東西。家長有的優勢就是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孩子。可能有人会說，我也不是什麼都會，也不知道怎麼陪孩子玩。這恰恰是 AI 現在能幫上忙的地方。舉個例子，我們看到攀岩教練會帶孩子做遊戲，比如開燈就爬，關燈就停，孩子們很喜歡。那我就去問了一下 AI， 還有什麼其他的小遊戲？他一下給了我好幾個選擇。他們很多孩子一起爬的時候，我就能直接跟他們一起帶着他們玩游戲。AI 可以幫你更好的陪孩子玩，自己花2分鐘就能找到很多資源，和孩子一起享受這個過程。所以我想說的是，不是所有的課外班都一定要外包出去，我們家長也完全可以跟孩子一起體驗。除了學會技能，還有一起相處的時間，都是我們寶貴的回憶。所以回到一開始那個問題，孩子學東西到底要不要報班？當然可以，但也不妨留一點空間，讓他自己摸索。合適的時候給一點提示，能跟他一起學的話，就可以收穫更珍貴的記憶。如果今天這一期對你有一點啟發，點個讚，關注一下。小時候有什麼是爸媽帶你學會的東西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。下一期見。